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财运有正财与偏财之分。什么是偏财运？简单的讲，就是意外之财，比如通过福彩、体彩、足彩、股票等一夜暴富的人，往往其八字属于偏财运。在命理学中，一般把这种与职位、工作无关的财称为偏财。相对于从正常途径获得的正财而言，所谓偏财，则指的是众人共有之财，属于流动之财、不安定之财，会有很多人来争夺。在命理学中，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手相，大略地判定出此人的偏财运。下面马上拿出你的手掌，跟随我一起来看看吧，你究竟有没有偏财运吧。爆发型的偏财运同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这样的偏财运一旦走起来，会立刻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手纹中如果生命线与智慧线起点有上升线的人，有爆发型偏财运的几率比较大，或者是事业线出现支线上升到水星丘，也同样有机会走好运。偏财型，如果你的小指根部水星丘与无名指根部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如有出现十字纹，则表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有这样手相的人通常财运比较旺，尤其是偏财运，总能够中一些小奖，或者投资赚得一部分收益。理财型，懂得理财的人，偏财运同样会比较旺盛，而理财不仅跟能力有关，还跟手相息息相关。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叫做理财纹。有这种理财纹的人，通常是替老板、上司理财，或者是大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出纳，通常帮人家理财，当然自己也会投资理财，因此财运好，从来不会缺钱用。一元型的偏财运一般出现在女生身上的可能性比较大。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三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而且这些财运往往都是由桃花来的。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或者女孩子会拿钱给他，而女性会找到有钱的男人，生活可以过得无忧无虑。旺运型，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细缝的人，虽然本身不喜欢受到他人的约束，但因思考细微缜密，做事勤劳努力，因此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聪明才智，将会有所成就，财运自然也旺。正财好，带动了偏财。一般来说，手掌上的成功线和命运线合在一起的人是偏财运的手相，偏财运佳。手掌软且红润的人是天生的生意人，不按牌理出牌，会使他人处理危机得心应手，从事买卖会有赚头，也是偏财运的手相。除上述情况外，无名指的一些特点也能预示出一个人是否有偏财运。无名指较长的人喜欢刺激的感觉，不服输。如果无名指没有缺陷、弯曲，无名指下方的太阳丘凸起，川字线纹清晰，是典型的偏财运的手相，表明这个人的运气较好。另外，手掌并拢时无名指还能弯曲的人，在金钱方面精打细算，不做没有好处的事情，偏财运旺。一个人是有正财还是偏财，通过面相看人财运的话，一般是要看鼻子，这是一个考察财位的重要部位，在鼻子的中间称之为准头，而左右鼻翼在相学中称之为兰亭。眼位，假如准头大，大多主正财运好，而兰亭眼位生得有威风的话，那代表此人会有偏财运。不过一个人假如鼻翼过小的话，那在钱财上没气势，也代表了不够大方。交友中钱财往往看得重，有小气之嫌。我们再说回手相，如果以上提到的几种偏财运比较旺的手相没有你的话，不要灰心，还有几种特殊的手相财运也非常好，快来看看有没有你吧。智慧线分叉向上，智慧线分叉向上的你，善于理论性的思考，对于成功率很低的竞赛基本上绝不参加，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
懂得将钱的效用做最有效的发挥，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强运，你常常不知不觉就赚到了钱，是赚钱能手的类型。这是财运相当不错的项。不过你在金钱的使用上较节俭，容易被认为是小气或铁公鸡。益财而非为财所益，是送给你的一句话。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星，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星，这两个部位，任一个部位出现星星的你，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心想事成。太阳丘的星星若连接了婚姻线，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飞上枝头做凤凰。太阳丘的星星若连接了太阳线，将可能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名声大噪。如果星星单独出现在这两丘，也将掌握到意想不到的幸运。比如像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从落魄的单亲妈妈成为全球最会赚钱的作家，或者你会投机运很强，炒股票赚到一大笔钱，只是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住，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不动产线，具备不动产线的你有不动产运，连接太阳线和命运线的横线称为不动产线。不动产线在手掌越下方出现，得到房产的机会越早，来源是父母赠送或自己赚来，可搭配手上其他线条一起参照。不动产线两条以上时，表示你的不动产运相当好，可以以房子为基础，掌握更大的财运，可善加利用此优势。不过没有不动产线的人可不能擅自推论为没财运，只能说因为主观因素，譬如常出差未买房或习于租屋而与房子缘薄。其他方面的偏财运，如股票和中奖运的有无，则要参看手掌其他线条判断，别因此而觉得自己一辈子与偏财绝缘。直觉线，有直觉线的你天生比常人灵敏，在投机运的世界中，灵光一现的第六感往往占重要的一席之地。你那强烈的直觉和潜意识是你偏财运强的原因。睡梦时出现的梦境或刹那闪出的灵感，往往能给你带来偏财运。宜多信任自己的直觉。断掌，你是断掌吗？断掌手相不多见，每100人不及10人，其中西方人少见，东方人略多。这样的你通常思维敏捷又大胆果断，这正是赚偏财需要的心理素质，因此赚取横财的机会比一般人要大得多。只是再请看看你的无名指，如果它接近中指的长度，则要避免投机取巧的赚钱方式，小心因此倾家荡产。人们看手相常常看的是手掌纹路和指纹，其实手指指甲中也蕴含着很多相学奥秘。从指甲的大小、形状、变化等，不仅能分析一个人的性格，还可以看出运势变化。一起来看看吧。从指甲的长短和宽窄可以看性格。指甲的长短是以指甲面长度达到第一指节长度的1/2为标准的，超过者为长，不足者为短。而其中长形指甲的人，其自身的性格大多都是比较稳重平和，才思敏锐且具有同情心之人。而短形指甲的人大多都是比较易怒且吹毛求疵、喋喋不休之人。但是此类人却是反应灵敏、做事踏实、有魄力之人。下面我们具体来讲一讲。长指甲，指甲修长的人喜欢漂亮，且具有艺术特质，具有神经质。身体部分，呼吸系统、胃肠系统较弱，对自我要求很高，凡事追求完美。这辈子可从事音乐、美术、设计方面的工作。短指甲，做人比较实在，忠厚老实，身体健康，体力好，脑筋好，工作认真，有责任感，适合从事新闻传播及研发相关等工作。个性心直口快，缺乏幽默感，容易得罪人或不肯屈就他人。圆指甲，椭圆形的指甲是最漂亮的指型，为人热情且很有人缘，适合从事有关美的工作，很注重外表，因此容易被欺骗感情。工作上缺乏耐性，
但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工作，都会尽全力去完成。伞形指甲，指甲呈伞形张开的人占少数，因为这种人个性较诡异，思维逻辑也比较特别，甚至超乎常人的方式，做事独断独行，很难与一般人融洽相处，容易与人有争执，放下己见则会有大作为。四方形指甲，个性朴实，缺乏浪漫的情绪，是一位很专情的人，对于分内的工作定能尽心尽力去完成。待人诚信，虽然有些古板老气，仍受到朋友亲人的肯定，很会赚钱，不爱花钱，要加强投资理财。指甲宽窄，手指甲覆盖手指3/4为标准，其分为手指平且窄、狭窄且短小和指甲宽阔。第一种人性格易躁，很容易被外界因素所激怒，易和他人发生冲突。第二种心胸狭小，爱妒忌，多表现为易怒和小气。第三种人性格开朗大方，度量大。你是哪种指甲呢？指甲除了能分析一个人的性格外，还能体现运势变化。中国传统命理学认为，指甲为脏腑气血的外容，与人体的脏腑经络有直接联系，能够充分地反映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经过观察指甲的形状、大小、颜色，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健康基本状况，甚至看出其潜在的运势危机。而通过指甲的光泽、纹路、斑点等等的变化，则可以推断出其运势正在悄悄发生变化。接下来就来说说指甲与你的运势。一、从五行看指甲变颜色。指甲颜色的变化不仅仅是健康问题，而且也寓意着运势的变化。如果你的命理五行与你的居住环境、办公环境不吻合，那么指甲就会呈现相应的颜色变化。甲色偏白，如果指甲颜色苍白，缺乏血色，很可能你缺木。如果指甲突然变白，则寓意着你可能在东方方位不合适，比如不适合居住、办公、谈判、出差等。甲色变灰，指甲呈灰色，多数为水命者，而此命者缺水所致，因此需要就北而居，办公或谈判或出差于北方。甲色变黄，指甲变黄很可能是木命者居住在了东北、西南或屋宅的中宫位置，导致被土相泄而至。二、从指甲纹理看运势。指甲凹变指的是指甲上出现一些横纹、竖纹以及斑点等等。指甲的这种变化，除了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低下、组织结构的破坏、萎缩等病理变化原因外，从运势角度看也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竖纹，指甲表面不够光滑，出现一条条的直纹，一般会出现在运势的凶年，也就是多为流年不利。横纹，指甲上的横纹说明可能是你居住的房子、办公的场所漏财，或者是你平时不注意理财。具体请参看关于漏财的种种表现博文。斑点，指甲上有少量白点，说明事业或情感上犯有小人，需要你戴眼识人，谨慎从事，尤其是投资等，防止金钱有去无回。三、从指甲形状看情感。百合形，指甲比较长，中间明显凸起，四周内曲，形状犹如百合片。这类指甲女性多为旺夫，但是要注意防止第三者介入。扇形，这类指甲下窄上宽，指端呈弧形，拥有扇形指甲的人多半为强势命理者，女性为女强人，因此往往晚婚或单亲。圆形，呈圆形的指甲，通常不论男女，婚姻比较圆满，但是情感不是太丰富，需要双方不断增强魅力，防止为孩子而存在的婚姻出现。四、从指甲光泽看一生运势。运势好人的指甲有一定的光泽，并且很均匀，好像一块光滑的玻璃，而且指甲应该是美丽的粉红色。一旦甲色发生变化，就说明你的运势已经发生了问题，应该要重视调理了。甲色变亮，
如果指甲上有块状或者条状部位变亮，甚或整个指甲都像涂了油一样变得光亮无比，而且指甲变薄，那么提醒你，很可能你的好运已经到了一个高峰，要往下走了。正所谓高处不胜寒，需要查查自己的屋宅风水和命理情况了。光泽不均，指甲的光泽度不均匀，可以表现在不同指甲，也可表现在同一指甲的不同部位。如每个指甲都是前端有光泽，根部毛躁无光，可能存在财富不稳、漏财较多、事业有障碍。如果只有部分指甲光泽不均，则是情感危机较大，健康上要注意。失去光泽，如果整个指甲都像毛玻璃一样，完全没有一丝丝的光泽的话，说明很可能惹上某些官司，甚至诸事不顺，不可不注意了。5. 什么指甲的形状适合你？尽管把指甲修成什么样是个人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还是忍不住提醒大家，最好是根据自己的命理来修整自己的指甲，通过正确的修指甲来调理自己的运势。长形，五行缺木，最好修长形指甲，这样会让你的性格比较温和不急躁，运势变好。短形，五行缺金者最好指甲修偏短些，因为指甲属木，太长就会导致金克木现象。方形，这一类指甲的长度与宽度相接近，指甲接近正方形，通常是缺火者适合。道理如上，如果缺水和缺土者，最好将自己的指甲的长与宽的比例修成4:3，这样就适合自己的五行命理。6. 美甲要先看五行如何。有人问我美甲是否可以，这要看你的命理，不能人云亦云。美甲对他人合适，不意味着对你也合适。命理五行不同，美甲状态肯定也不同，这个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从五行来看，命理五行缺木的人通常要忌讳将指甲染成白色，命理五行缺金的人通常要忌讳将指甲染成红色，命理五行缺水的人通常要忌讳将指甲染成黄色，命理五行缺土的人通常要忌讳将指甲染成绿色，命理五行缺火的人通常要忌讳将指甲染成黑色。最后提醒朋友们，一般运势好的人的指甲下部都有白色的月牙形，如果5个指头都有月形，那是最佳。如果大拇指上没有月形，那就值得注意了。没有月形不好，月形过大也不好。指甲太短呈四角形的女性会影响情感婚姻，并因此影响生育功能。如果指甲突然断裂，甚至还出血，开门顶到手指，那么你一定要引起注意，很可能你的霉运即将来临，赶紧化解命理和位理为宜。大多通过观察手掌的掌形和掌纹来了解其人的人生运势，但是对于一个精通手相的人来说，手指的长短、手指上的纹路都必须仔细观察，不可轻易放过。下面请跟随我们一起来看看手指指节纹都有哪些吉凶寓意。4种指节纹线看你一生衣食足缺。1. 理财纹，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叫做理财纹。有这种理财纹的人，通常是替老板、上司理财，经常会是大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出纳，当然自己也会理财，因此不会缺钱用。1. 理财纹2条，同时婚姻线也出现2条，则理财能力虽佳，但人缘佳，桃花多，要妥善处理感情，避免发生三角关系。2. 理财纹1条，其中一端却露出指缝，可就不妙了，成天做着发财梦，想中大乐透或天上掉下钱给你，即便偶有幸运得到，往往因不善营谋，迅速会失去，不能脚踏实地，筑梦踏实。无名指特长接近中指高度者尤为应验。3. 理财纹1条，手上有理财纹1条，长短适中者理财能力佳，能将理财知识融会贯通，再加以改良，变成自己的专属赚钱方式，
财运称旺，财的来源可能是偏财或结婚得财，得来之后你有能力将其翻倍。4. 理财文3条，身秀明朗的你，个性上足智多谋，能够举一反三，应用在理财上收获满满，正财偏财都旺，不但有意外之财，还常常得到贵人助力，有本事在理财领域大展长才。只是若同时出现金星带，要小心因好色失财。2. 凤眼纹，在拇指第一节指节上面的指纹呈一个圈形的纹路叫做凤眼纹，通常有凤眼的人会得到一个好老公或好老婆，因此可以一生衣食无忧。拇指第一节的地方出现外貌如眼睛的夫子眼，凤眼纹是吉祥的标记，有这种印记的女性就会嫁到各个方面都优的男性，且有机会嫁入豪门中。如果是双手都有此类标记的话，那就会更加有利。食指有3豹纹也是吉祥。3. 三豹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三豹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往往都是由桃花来的。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或者女孩子会拿钱给他，亦或者是做女性用品生意的。4. 钱财纹，在无名指和小指有细细的斜线叫做钱财纹，一般人都有，例如工作奖金、意外小奖、分红等等都属于这类。拥有这种手相的人非常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愈动愈旺，财运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缘、名声以及一切跟幸运有关的运势，所以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的人，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此外，钱财纹还有这些特征： 1. 钱财纹身长，再有财库者，此人存大财。 2. 钱财纹一条一条者，为有财之象，意外之财。 3. 钱财纹上出现倒纹、链锁状者，为破财、口舌。 4. 钱财纹上有十字者或有竖线者，均为调动工作花钱之象，花钱必能调动成功。 5. 钱财纹断断续续者，此人大财没有，小财不断，存不住财。哪些手相看你一生衣食无忧？ 1. 财运线明显的手相，在无名指跟对着的一条线是财运线，这条又称为成功线。无论男女，如果在手上能有这条线，这是意味着此人做什么事情都会很顺利，也会很有钱。成功线是表示成功或人缘方面的关系，这条线是由各个不同的位置升起的，但其线的尖端都会伸向太阳丘，即无名指根部。这条线也可以叫做运势线。通过这条线可以看出一个人成功运势的好坏。 1.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事业顺利，身边也会有很多个贵人相助。 2. 如果财运线纹路生得深并且清晰，这样的人大多很精明，有比较理想的财运，事业也会发展得很顺利，这样的人非常善于投资做生意。 3. 如果一个人的财运线生了断续，可能说明此人财运会较差，做事多不顺心，生活上也多困难，这样的人会比较性子急，没有忍耐性，应尽量学会控制自己，避免有更大的损失。 4. 如果一个人的财运纹路生得像波浪形状，这样的人大多财运会不稳定，而且多有烦心事，需要不断的努力才可以有一定的成就，但是要注意钱财可能会被他人所占的情况发生。 5. 如果财运纹生得像一个连环着一个环如项链一样的形状，这样的人大多会有偏财或不义之财，但是也可能会因为钱财而给其带来麻烦，要防止因财而生灾。 6. 在手相学上，如果财运线生得很长，而且超过了手指缝隙，这样不利于聚财，
即使有了财富，也可能会失去，可以说是左手进右手出，应该学会理财。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